大家好，我係 Mike。除咗每個月大家會見到 Mike Talk 嘅節目，今年有啲新嘅嘗試，想做一啲 podcast 嘅節目。咁主要會講下一啲有趣嘅新聞議題啦、兩性關係、心理健康，同埋一啲涉及財經嘅新聞內容。而今次想同大家講下澳洲政府禁止16歲以下人士用社交媒體法案所引起嘅爭議。澳洲眾議院喺上年11月底以102票對13票壓倒性通過2024網絡安全社交媒體最低年齡修正案，咁就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嘅青少年人士使用社交媒體嘅平台，咁成為全球首個立法禁止16歲以下兒童同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嘅國家。咁法案執行嘅細節仍然係要繼續去睇㗎。咁相信最遲會喺今年底就會正式生效㗎啦。咁不過呢個法案就涉及咗好多嘅爭議性啦，包括就一啲私隱啦，或者係執行細節上仍然存在一啲模糊嘅灰色地帶。咁例如係點樣定義社交媒體平台啦，同埋點樣去進行一啲嘅年齡驗證。咁講翻今次呢一個嘅法案啦，其實主要就係針對一啲社交互動為核心嘅平台，例如好似係 Facebook 啦、Instagram 啦、前身 Twitter 嘅 X 啦、Snapchat 同埋 TikTok 等等。咁16歲以下人士就會被撤銷現有嘅賬戶，同埋係禁止將來會加入呢啲平台。咁不過違規登入使用嘅平台嘅青少年人同埋家長就唔會受到懲罰，但係平台就要承擔全部嘅法律責任。咁最高罰款可以高達5000萬澳元，咁即係大約係2.5億港元。咁澳洲政府就話呢個法案就係保障翻青少年人，咁就免受社交媒體帶嚟嘅心理健康風險，例如係啲嘅網絡欺凌啦、cyberbullying啦，同埋一啲有害嘅內容影響。咁不過今次嘅法案有唔少嘅爭議嘅，頭先都講到啦，就係例如點樣去定義社交媒體平台，咁個定義比較模糊，咁可能會導致類似平台處於一個競爭上嘅唔平等嘅地位。咁例如今次法案適用 TikTok 啦，但係又唔適用 YouTube。其中符合低風險服務嘅條例嘅平台可以豁免，但係具體嘅標準就未確定，好似係 Google Classroom 啦，同 YouTube 呢啲嘅教學用途嘅平台，或者係 WhatsApp 或者網上遊戲就唔受限制。睇翻過去研究都講到社交媒體係點樣影響人類嘅心理健康影響。咁喺神經病學與神經生理學雜誌裏面就曾經刊登咗一個研究，就話社交媒體平台嘅點讚啦、分享、評論同埋信息其實會刺激大腦嘅獎勵中樞，咁釋放令人快樂啦、愉快嘅化學物質多巴胺。呢種嘅情況就好似一啲嘅吸食毒品啦，或者係賭博咁要不斷需要去感到開心，咁可能會出現上癮嘅情況。而另外社交平台用戶會透過貼自己嘅文章啦，可以得到回應嘅時候亦都會得到快樂或者滿足。咁呢個情況其實都會令到人類會上癮嘅。咁另外研究亦都顯示長時間使用社交媒體可能會導致青少年專注力下降，自尊心會受損，而伴隨就會出現更高嘅焦慮同埋抑鬱嘅風險。咁另外長時間咁樣浸淫喺呢個網絡裏面其實可能都會導致社交能力嘅退化。根據美國醫學協會兒科期刊就刊登咗一個嘅研究啦，就透過fMRI 掃描咗大約係160名嘅參加者，咁就發現社交媒體會影響大腦嘅灰質部分杏仁核。咁北卡羅來納州大學嘅研究人員就發現，習慣咁樣睇社交媒體啦，其可能會改變咗早期青少年個處理社會賞罰嗰個方式。咁研究就話每日睇社交媒體啦或者平台啦超過15次嘅參加者咁會隨住時間對社交賞罰會越嚟越敏感，咁而佢哋對照組就出現咗一個相反嘅趨勢。咁呢班嘅參加者佢哋主要係中學生啦，咁研究嘅時間大約就喺佢哋12歲開始。
咁一開始嘅時候咧，就發現啦，高度使用社交媒體嘅參加者啦，佢哋咧可能每日咧係睇 Instagram 啦、Facebook 或者 Snapchat 超過15次嘅人啦，似乎咧對社交回應啦，例如係笑容啦、讚賞啦、口頭同埋非口頭嘅回饋啦，個敏感度咧都比較低㗎。咁相反啦，就係較少使用社交媒體嘅參加者啦。咁大約我哋定位咧係每日只係睇一次或者更少嘅參加者。咁一開始咧，佢哋對社交提示咧嗰個敏感度係比較高。咁不過咧好得意啦，就係研究咗呢一個計劃咧有3年嘅時間。咁喺呢3年裏面啦，研究人員咧就發現啦，使用社交媒體較多嘅參加者咧，對社交賞罰個敏感度咧會隨住時間咧會越嚟越增加，而使用社交媒體咧越嚟越比較少嘅參加者咧，佢哋嘅一個敏感度咧就減少。咁即係換言之咧，就係話咧使用社交媒體較多嘅青少年啦，會隨住年齡增加啦，會對嗰個社交過程咧變得越嚟越焦慮；而使用較少社交媒體嘅人士嘅青少年咧，反而焦慮感咧就會越嚟越減低。好啦，講翻今次呢個法案啦，其實咧都幾得到民眾嘅支持嘅。咁根據 YouthGov 民調數據咧，調查顯示，咁就有77%嘅民眾啦，澳洲民眾咧就支持呢個法案。咁有支持者就話啦，禁令咧可以指導啦大腦腐蝕，即係 brain rot 嘅現象。咁呢個現象咧，其實係睇翻啦，係一啲好即係成日睇一啲短片。影音短片嗰啲平台嘅青少年人啊，佢哋嗰個即係情況咧就比較突出。咁好似睇 TikTok 啦，咁一啲短片咧大約係15至到60秒，咁嗰個內容咧都比較高刺激㗎。其實咧，只要咧用戶不斷咁去 load 啦，不斷睇啦，咁就可以追求到一啲即時嘅多巴胺回饋。咁但係咧，咁就會削弱深度思考啦，同埋記憶力。咁亦都咧有支持法案嘅議員呢，亦都話啦，社交平台咧應該咧有能力去用一啲嘅演算法啦，去阻止一啲有害嘅信息傳播。咁但係咧，似乎呢啲社交平台公司咧就冇咁樣做啦。咁咧就因為可能咧呢啲用戶咧可以為到佢哋咧帶嚟一啲巨額嘅廣告收入。睇翻喺哈佛大學喺2022年指出啦 ，Facebook 啦、Snapchat、IG、X 同埋 YouTube 呢啲嘅社交平台啦，可以咧喺18歲以下嘅美國用戶咧賺到咧至少係110億美元嘅廣告收入，咁嗰個數額咧都比較多噶。咁另一邊啦，批評者就認為啦，單靠法案呢就唔可以徹底可以解決以上嘅問題，咁反而咧令到一啲嘅青少年人啦就轉用一啲更危險嘅灰色地帶，咁例如係用一啲匿名嘅暗網啦、dark web 啦，或者係私人聊天室去傾偈。咁而澳洲數位產業協會亦都話啦，呢一類立法咧可能咧會將青少年人啦推入一啲網絡上更危險、唔受監管嘅地方。咁專家咧亦都表達類似呢個擔憂。咁根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 報導啦，澳洲一個代表 Meta 啦、Snapchat 同埋 X 嘅科技公司嘅組織啦，就強烈反對法案。咁就話啦，呢一個法案呢，就係用20世紀嘅方式去回應21世紀嘅挑戰。咁而頭先講到啦，前身 Twitter 即係而家 X平台嘅老闆啦，馬斯克啦 Elon Musk 就話啦，喺佢嘅平台 X 平台裏面呢，就反對咗呢一個法案。咁佢就話咧，呢一個禁令呢，似乎係用走後門嘅方式去控制所有澳洲人啦使用網絡。咁另外呢，就係頭先講到啦，關於私隱數碼自由就係另一個爭議嘅焦點啦。咁雖然澳洲政府呢就講過啦，就話民眾呢係唔會啦，將來呢係唔會啦，需要透過數碼身份證啦、駕駛執照啦同埋護照呢嚟證明自己嘅年齡。咁但係呢，睇翻喺法案通過時間呢，就嘅時候呢，就冇任何嘅內容呢提及呢一點。咁而社交媒體公司啦，點樣去驗證即係用戶嗰個年齡呢？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咁其中一種可能性呢，就係要求政府呢去頒發一啲嘅身份證明。咁業界就擔心啦，政府呢可能呢其實會採用一啲嘅生物辨識啦嘅技術，或者係身份證件啦，咁就去嚟啦實現翻一啲年齡嘅驗證。咁呢可能就涉及啦會收取啦咗大量個人資料，收集個人大量資料啦，同埋呢就亦都會無法杜絕個人資料外泄同埋國家監控嘅問題。
咁亦都有議員呢，亦都認為呢，如果你唔強迫用戶去上傳一啲嘅證件嚟即係證實佢嘅年齡啦，用戶年齡，但係呢，你要求呢社交媒體公司呢去限制使用者嘅年齡，其實嗰個身份啦嘅做法咧，都真係令人費解，亦都唔係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嘅。咁其實 Meta 啦同埋 Google 咧，亦都批評啦呢一個法案咧係倉促而且無效，咁呼籲呢就延遲實施，同埋咧主張呢就係應該咧先完成年齡驗證技術嗰個嘅測試，咁就避免咧喺執行過程裏面呢，因為技術唔完善而引發到一啲問題。其實睇翻啲數據啦，雖然咧澳洲青少年啦喺全球社交平台嗰個媒體用戶嗰個佔比咧，其實唔係好多啫。咁好似喺2023年啦，澳洲18歲以下人口咧，大約係有570萬人。咁其實禁令咧，似乎咧喺短期內啦，對科技公司嗰個嘅營運收入咧，其影響真係有限。但係咧，其實可能呢一個法例咧，可能就會令到其他國家會仿效，咁就令到科技公司咧都比較擔心嘅。咁有啲科技公司就擔心咧，佢澳洲即係呢一個此例一開咧，咁咧就平台咧就會面臨咧更加嚴苛嘅監管壓力。咁而且呢個法例咧一開咧，其實可能亦都會改變咗一啲青少年人啦未來嗰個使用習慣。咁所以對科技公司長期嘅發展咧都係構成到嘅挑戰同威脅。其實近年呢，有唔少國家啦，例如係法國啦、意大利，好似係今年嘅新加坡啦，對兒童同埋青少年啦使用智能手機同埋社交平台咧都係擔心，咁亦都提議啦，同埋已經係開始進行立法咧限制使用。咁不過呢，其實要去落實呢，其實相當有難度。咁除咗立法之外呢，咁政府咧要即係向一啲家長啦同埋教育機構咧加強教育，咁幫助青少年人啦同埋兒童咧建立自律同埋一啲嘅批判能力思考咧，似乎係一個長期工作。咁其實同埋睇翻呢，其實社交平台啦只係興起咗大約短即係20至30年，咁已經咧對人類生活習慣咧有翻天覆地嘅影響。咁似乎衍生嘅問題咧都比較多，咁未來咧亦都好多爭議。咁大家咧就可以睇下點樣可以喺立法啦同埋教育裏面咧平衡。咁其實唔止咧係幫助青少年人同埋成人啦，其實咧亦都可以咧幫助埋長者嘅心理健康。咁似乎長者咧喺沉迷嗰個嘅即係社交媒體啦，或者係智能手機方面咧，其實喺近年咧亦都即係見到好多嘅數據咧，亦都睇到係有乜情況。咁希望啦，即係之後咧可以有更多嘅即係研究啦，或者方法可以幫到啦，即係大部分人或者係青少年嗰個心理健康，點樣可以咧即係使用得宜一啲嘅智能手機同埋社交平台。好啦，今集時間呢就講到咁多。咁呢，今次係第一次你嘅 podcast 嘅節目啦，咁應該有好多嘢要繼續改善噶啦。咁希望大家啦都可以 like 啦、comment 啦、share， 咁可以 follow 我哋 YouTube 頻道同埋我哋 Let's Talk ADHD 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